天在毛料期看到一块木头，形状还不错，拿来做个井，搭一下看一下，找一下感觉。整体的形状比较好，一个树根的一个形状。再找一点形状和颜色都比较统一一点的小的配木，再配一下，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看的井来。这块木头今天一过路的时候看到倒在路边，就感觉这块木头纹理还可以。找一块小的配木，这个一组木头首先要形状大概相似，然后颜色要一样的，然后木质要一样的，这样它就能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搭配的话，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其他参照物可以参照的，就是凭自己的一时的思维，还有一时的这个心情来进行一个搭配。再找一点形状和颜色都比较接近的配木。像有的爱好者看到这么多材料，就会觉得是，哎呀，这么多的材料，肯定东西都很好做。实际上，像这样多的材料的话，反而会容易产生一种选择性的困难综合症，因为东西太多了，你不知道，眼睛会挑花掉，你不知道到底挑哪一个好。但是尽量我们就说找这些素材，找这些木头的时候，我会追寻一个原则，就是找形状和颜色都比较统一的。你看看这么大堆木头，如果说是把每一个木头拿出来，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看、比较天然漂亮的木头，但是你要从这么一堆木头里面去找的话，就有点不好找。现在我们去外面的毛料期，还有那个就是堆放期，堆放那些没有加工的木头的地方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形状好的和里面的主木形状比较接近的，颜色一样的，木质一样的。有时候找这些小木头很难找，基本上它一堆的话，一下车的话，它基本上都掉到下面去了。然后你要把头上的大木头全部都翻开，才能找到下面。所以说是整体像这种堆素材的时候，最费功夫的就是找木头。要从几吨或者是几十吨木头里面挑出几块适合搭配的来，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所以说只有尽量从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去找一找，如果是在里面实在找不到的话，只有出来这些外面找一点这些边角料，可能还比较省时省力一点。哎，这个也可以。这个形状也可以，纹理还行，虽然没有经过打磨和冲洗，但是形状还可以，拿进去试一下，再去找2块。好啦，现在找到2块还可以的小配木，我们进来把剩下的细节再填补一下，让它整体的感觉能出得来。就是边上缺一点。
先把小的这个拿掉，小的这个树杈在里面放个小点缀还是可以。这块跟那个主木，这个小木头跟主木就形状和木质是一样的。我们先把它暂时先找个地方，根据自己的现场的感觉，先搭配一下看一下。找了一个弧形的，看一下能不能搭出一个漂亮的一个半圆或者是一个弧形来。先把这个小的这个点缀，先找个地方放一下，找一下感觉看。因为像现在这种构图的话，基本上是凭现场的感觉，还有木头的纹理来。如果要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的话，那肯定更好。像什么黄金切割法呀、黄金比例呀，然后还有整体的三角构图啊，这些肯定会更好一些，更好实践一些。对新手来说，像我们经常接触木头的话，就说是对这些理论的东西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的。那到现场实施的时候呢，就说是尽量让把木头的最漂亮的一面呈现出来就行了。就说哪木头的哪一个方面漂亮，哪一个面漂亮，你就把它展示在外面。首先这个作为一个主木，然后其他配木的话，小一点的这些搭配的话，就根据主木的形状，还有它的木头的纹理的走向来搭配，让它整体的放在一起，能形成一个整体。把全部木头放在一起的话，能形成一个整体。还有一点其他的小木头。像目前这个景的话，大致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适合，前面种一点琴颈草，种水草比较合适一点，或者是做那个南美原生态的缸里面，就说不要种什么水草，直接就是放上水以后养一点这个神心类啊，或者养一点小型的灯科仪，这些也是比较漂亮的。现在找了2个小的木头，尽量让这个整体的形状顺着这个木头的纹理来走，这样视觉上看上去会比较舒服。但像这种小木头的拼接的话，后期在实际使用当中可能需要一点石头啊，或者是少量的用一点胶水啊，把木头粘起来，这样你整体在缸里面放水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些小木头会因为放水的时候，或者是拿其他东西的时候，把这些小木头弄散掉。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它拼出一个大概好看一些的形状来整体。它树脚这里几个弧度它是延伸到土壤里面，那我就稍稍把它敲起一点，让它从土壤里面再翘出一个角，这样它整体的弧度感就会强一些。当然，首先可能就说我们的木头比较多，然后找起来肯定会比那些手上素材少的人要方便一些。相对来说是要方便一些，但是也有弊端，就像我刚才说的，容易把眼睛挑花掉，产生选择综合症。
整体的视觉感不怎么好。现在再把它点缀的小枝条的重新调整一下。后面的这个小点缀的这个小树枝，如果说是位置放不好的话，那就成为一个败笔；如果位置能放好，那就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现在角度差不多，这个现在后面没有做支撑的，摆放起来它会容易倒掉，或者是容易散掉。不过像这种景的话，一般做水草的话，后面会堆起一层水草泥来，这样用水草泥来固定会比较好一点。当然不堆水草泥，如果是做南美延伸的话，就需要用胶水的话，把这些小枝条用胶粘一下，固定一下。像石头的话，我用的是那个青龙石。青龙石在里面呢，一个是可以挡一下这个木头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缺面，然后也可以在水里面做一些点缀和装饰，还有挡一下那个木头，预防它发生垮塌呀，或者是做一个支撑用。少量的几块就好，2、3块。石头反正也一样，跟木头一样的道理，你把它最漂亮的那个纹理放在上面就行。好，基本上像这样就整体的结构就基本上算出来。这个杆的尺寸是60公分的，60公分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木头在里面空间布局刚刚好，刚刚占到2/3，有1/3的留白。然后它有一部分是出水的，出水的上面可以放一点什么空气凤梨啊这些植物，但也可以裸露着，也挺好看。做成南美延伸啊，种上水草啊都行。